对，我只是想让你们听这个烂笑话。你好。OK， 所以原本今天是打算只讲风水引擎的，不过既然我们最好玩的街道战斗者6更新了，那就顺便把更新内容也讲一讲好了。在那之前，先来讲一下后重脚。之前的影片里我说过它对我来讲没啥用，不过后来我跟你要GG练的时候发现，我用这个打它岩石姐怎么打怎么有，我就开始好用，一直用了。它的本质就是一个很肤浅的岩石康，可以拿来抓对手岩石姐后跟跳。虽然理论上站中手也能做到同样的事没错，而且挡住还是正的，但我自己是感觉后重脚比较容易打到人。中手要岩石康得自己体感压，可能会多走还是少走几步就刚好没打到。后重脚我只要按一颗键就好了，打中的时机也比较会是刚好岩石姐那个点，其实真的是挺好用的。基本上在正3以上的点，像是最简单的中抬脚接尾压起身，或是常用的绿冲拳脚之后，按下去之后就可以先去装个水，还是那个晚餐之类的，再回来看荧幕。哦，有结级耶，那就转个按键杀。哦，它起飞了耶，那就转个升龙。哦，它刚好挡住了，那就转个轻抬脚，两边相安无事这样。就算跟延迟点相杀，也还是有正4，可以补下轻手接连段，就是如此的阿嬷确认。要是发现被对面速点掉，还是一直被挡住，再改用站中手速康跟拽他就好。再来是这本的改动点 OD 抬脚，现在的 OD 抬脚浮空后能接上前中手，以及在贴身情况下连接到后重脚。接 OD 抬脚加上后续连段回的动力，只会花 1.5 格，而且比起取消绿冲只少了100伤害，搬运距离还更远，也不会像 OD 按键杀那样需要接击才能接，应该能取代他们成为主要的连段组件吧。我原本是这么想的，直到我走进那间邪恶的房间室里压起身，才发现一大堆问题。第一个是场中打完之后的前走压起身非常的困难，它是有个时机可以压到2下中手没错，但就很容易一下走太少，下中手接不到，一下走太多站中手相杀，压摔也是差不多的情况。当然也有可能是我的问题，毕竟你们知道的，我是公认的连点天才。因为我找了几个人帮我测试，但每一个成功率有50%以上的。用我偶像的话来说，就是这比沙加特的角落延迟派生还要难。如果你是天选体感压人，那可以用。我感觉如果前面接了 OD 抬脚，在场中的话，后续压制就一律都用绿冲压吧，这样2.5格动力还是花的比取消绿冲少，而且还能多折中下段。第二个问题是，如果把对面改成起身速点4伏下轻手的角色，虽然会变得比点站轻手的角色好压，但想再接一次同样的连段，前中手就会很生气的空阵。我就在想，是不是因为是间段的 OD 抬脚才空阵？在陆克身上也确实如此。就当我要这么接按的时候，烟米子不管怎么按啃的尖端都不会空阵，所以我们就假设说是因为某些角色蹲姿判定框比较宽的关系，像是这位蹲下膝盖 hitbox 会凸出来的老头，就有跑去量了每只角色蹲姿的 hitbox， 最后结果是地面格子大于9格的间段就会空阵，误差范围大概在1/4格左右，像 ED 就是多1/4格，刚好就空阵了。刚好9格的就一定不会空阵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只有前走2到4伏的按前中手可以补救。
不过这个在实战应该蛮难看见的，得要是对手蹲姿没有防御，拳脚尖端打中才会出现，但也不是没几率发生。不知道这算不算小 bug， 反正我是丢到推特回报了，看之后官方会不会修。至于速点下亲手的，只要绿冲压就不会看见了，所以就是场中绿冲过去压，搬一件角落再前压这样子。但是最后还有第三个，也是最大的问题，我们橘色方块人没有欠中手。不对，这个说法不太准确。应该说，我们只有辅助中按到第3下才能出的欠中手，所以现在在场中的力回拳脚还是得照旧确认取消绿冲。力回会接到 OD 抬脚的情况只有接绿冲而已，而除了辅助中以外，就只有在贴身能接到后中脚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接 OD 抬脚。幸好这种情况还算是蛮多的，我们平常常见的惩罚反击就是了。不管你是打解摔，还是缺一些生龙错边的小雀反，跟可以裸绿冲雀的大雀反，都能接到 OD 抬脚。但跟我们之前会接的 OD 按键杀相比，到底要接哪个比较好？经过我的测试，在下中手接绿冲、退康以及绿冲大雀反的情况下，1封破以下接 OD 抬脚的伤害会比较高。但有了2封破之后，在连段消费同样数量封破的情况下 ，OD 按键杀伤害就会比较高了。而仪器的情况因为补正的关系比较浮动一点。简单一点可以记 ，A 中是1封破以上接 OD 按键杀比较痛。退康是2封破以上，绿冲雀是3封破以上这样子。最特别的是不绿冲的大雀，因为可以用前中手雀的关系，伤害都会比战中手起始的 OD 按键杀高，所以一律就 OD 抬脚最痛。其他像是轻攻击跟中攻击的压制，在场中轻攻击得2下确认，不然3下确认就会因为太远接不到后中脚。在角落就没这个问题，3下确认一样接得到，伤害也比之前的 OD 波还要高，但 OD 脚波还是有用的。就是你前面有确认到打中，那就选 OD 抬脚；不怎么想确认或被挡住，想继续打乱动，就选 OD 脚波这样子。中手压制也是差不多的概念，总之就是多了一个没封破时花资源的选项。虽然不能像经典那样随时用前中手接，但还算是有增强到吧。哦对了，在角落你还可以牺牲伤害抬3次脚，抬完正3。还有一些聊天室提供的 DI reset 跟取消盖头 reset， 相信那些会在实战中接这些连段的人，在韩国一定都能赚到很多货币吧。按键杀其实没什么好讲的，就是单纯优化了一下2封破的连段，现在接3气有2封破，能多打那一下按键杀的伤害了。之前接3气1封破伤害比2封破高，真的超怪的。然后按键杀结尾，现在场中可以前走压起身，角落可以用后中脚消费正3这样子。之前场中前只有正1，角落接升龙比较好压，根本就没有人会想把2封破甩出去。这样改算是把原本2封破尴尬的点都解决了。其他还有延迟2伏派生按键杀才能做的安全跳，但万一没延迟好，就会变正43，跳攻击压不到。还有什么正6但后走不掉摔的中抬脚消费，这2个消费我就不会想去用了，还是做简单的后中脚消费最好。而且因为他们把按键杀从-10改成-8的关系，所以现在它还能拿来当一个超强力回牵制技，尖端可以做陷阱插合，直接打中不会倒地，前正3可以压，还可以闪下段，感觉力回就远一点按键杀，近点站中手这样按就很强了，是很强没错啦。但不管看几次，这个画面都感觉很荒谬。卡普空的平衡团队到底是吸了什么东西，才能讲出用按键杀力回这种鬼点子？晕眩连段其实跟改版没啥关系，但有新东西就顺便一起讲呗。正常对手奔奥 DI 晕眩他之后，我们都是先后跳击一个封破，再前跳攻击，然后再看后面要怎么花资源。这套应该是个 Jury 都会。然后还有一套加 SH 常用的连段，直接后抬2次脚，再用封破尽量把连段段数变多。动力全满的话，可以先围前走2伏站中手，后面取消，再用普通按键杀来继续增加连段段数，最后轻升龙结尾就能刚好击出3气斩杀。虽然如果对面是怪兽、本田、老仓这些胖子，就会让前面的脚波只有正5，接不到下中手。我们也只要改接战轻脚就好，还是一样可以接。之前会用到的就这2个。但最近推测上有一位叫做 Sato 的神人，发现把对面撞晕且有3封破的情况下，做2种特定的消费之后，可以让跳攻击后的站中手脚波正10，再接一次站中手回一大堆动力。
第一种是全角色通用的前4次再后跳攻击，但我自己测试是觉得这个蛮难接的，它的跳攻击必须在特定那一幅打中，后面的站中手脚波才接得上。第二种的消费就简单一点，跳攻击有3幅的误差时间，但就本田跟怪兽这2位胖子接不上这样子。我是觉得这个连段蛮有实战价值的，毕竟它给的动力实在是太多了，而且跳攻击按太快还是按太慢接不到，跳攻击打中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了。真的感觉接不到再改接正常连段就好，就算真的没注意到，反正脚波被挡住也还是正的，再继续折它就好了。总之是个蛮有练习价值的连段，推荐大家有3风破的时候都可以试一下，真的绝对不是想看你们掉连段。believe me。终于是来到半年前就该讲的风水引擎了。自从现代拿回跳攻击之后，现代风水就能做安全跳后的中下折了，也就是俗称的 F 式。我在半年前就做了一部讲解它的影片，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在这里，你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：对面没虚肉的话，你飞上去打中段会超级痛。当然是你的血条跟 SS 好。而且就算你只折下段好了，也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事。动力消失之处，动力又回来了，烂风水嘛的。所以为了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悲剧，请各位在准备下腰前，都先注意对面下方的血条有没有少于2.5格，再去做这样一个下腰的动作。我认为这也是现代风水相对有优势的地方，因为更好确认的关系，只要看到对面动力在2.5格以下，确认摸到一键下腰冲过去，对面动力就消失了。后续在场中，我们会用下重脚取消前重手去压，对面乱动就倒地，不动他们挡住前重手也是正负0，我们可以继续压制。贴角落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做2次跳攻击压起身，落地开始折中下段了。而且这个压制除了连段内的动力冲击以外，纵身龙结尾、派生丸的空插，以及风水内全角取消的中段，只要有贴角落都可以直接前跳做。虽然不是安全跳，但通常对手第一时间出对空机会过头，而且也没办法直接搬前走出去。除了特定角色能对侧以外，直接用都是没问题的。像肯跟泰瑞的千生龙就能直接把我们的跳重手打下来。但如果我们改用跳轻脚或跳中手去压，生龙就会空阵了。可是这样又会变成对面搬住前就能前走出去，而且他们挡住阵的份数没这么多，自然就没办法再起跳做 F 式了。还有像怪兽一气，只要前跳有出攻击，也一定会被打下来。但没出跳攻击的话，是可以用空插躲掉之后再去反。其他还有很多头顶有判定的招，都能直接把前跳的距离打下来。所以在对面有一定能解跳的招的情况下，如果连段结尾做不了安全跳，就得考虑一下在地面做正常打摔折了。接着是中下2折具体的压法。中段则最简单的压法就是不确认跳中手，直接继续取消跳攻击，开始在对面头上跳舞，在对面打完跳中脚的瞬间，就又是一次中下段折，一直持续到你挖下段被挡住，或是对面有动力为止。但这样压还是有机会被对侧的，像是直接猜你会这样肤浅压制，就干脆不挡第2下跳中手等着确反，或是等挡住跳中手之后直接前出去。虽然我是没遇过会这样对侧的人就是了，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，有动力的话，如果猜对面会蹲挡，跳中手可以直接取消 OD 空插来打伤害，后面连段就根据当下状况灵活决定。没动力或风水时间快没了，就接个升龙就好。动力很多就绿冲再做一次安全跳中下折，会打死就再接一个 OD 空插加一气打死他这样子。不过就算对面虚弱 ，OD 空插被挡住还是负5，是会被轻攻击确反的，这点还是要知道一下。而下段的部分，之前我们打中会做跳轻脚取消空插的安全跳，这版就可以跟经典一样把跳攻击按完。虽然这样只有正41，可能会被轻升龙打掉，但它的好处是后面可以延迟出跳中手，让落地阵比较多，再去做落地摔跟落地下段，就不用像之前的安全跳落地负3，需要冒着被农夫笑的风险去责人。而且你还可以把跳中手改成跳中脚来 reset DI， 只能说是非常厉害了。而被挡住就跟之前的按法差不多，点到站轻再折一次地面的中下段，没中就继续取消到站中或前中再折一次，有资源就按到前中丢脚波继续压这样子。
对面一格动力以下风水冲刺就能打干的情况，我们就会做比较常见的搬运安全跳了。不过在连段选择上会跟之前有些变化，像之前我们会花3格动力去做 OD 空插加滤冲或 OD 抬脚加滤冲的全场搬运，这2个连段都还是能用，但就真的是太花资源了，搬过去也没啥动力继续做压制。现在通常就会改用跳牵手，在体感延迟跳轻脚来做只需要花1格动力的全场搬运。虽然这2下跳攻击按太快或太慢，都会导致后面的滤冲接不上，但省下的动力实在是太多了。而且常用的连段路线，像风破按键杀跟 OD 按键杀都可以接到这，所以现在要搬运基本上只会选这个。不花资源的话，现在也能直接做场中安全跳来择人，只要接能贴身的连段，场中也是能做 F4中下折打中再做一次安全跳的。而且就算对面缘起身也没关系，我们跳中脚有非常好的打背判定，不管怎么样都会打中。但缘起身的话，中段被挡住，后面就没办法再继续取消跳攻击了。对面后起身的话，就能继续取消下去，算是一个需要确认的点。而下段则就简单一点，因为前面安全跳已经抬过脚了，所以后面直接用5黄杀做安全跳就好，就不用再去担心要不要花动力的问题。连防打干的做法就完全没变，一样全脚摸下去剩1格以下，有想打干就可以开，就让它全部连防直接干掉这样子。动力够多的话，前面还可以再加个 OD 5黄杀多磨一点，但因为打完是正负0，而且会推远，后面其实不太好做事。想要继续压，除了一开始就丢脚波之外，就是抢站轻脚打对面按6伏以上的全脚了。这里会对侧的人就会只按个站轻脚回来，但对面这样按完，通常也不太能做后续了。我们只要再摸到他一次就能开始压制，这样也算我们目的达成。或是你知道这个人一定会速点站轻脚回来的话，那就抢下牵手截击他的站轻脚也可以。但在不确定的情况下，我们还是得跟对面立回一段时间。这里的话，我只会按下中脚或站中脚。按下中脚的好处是打到连段选择会多一点，可以5黄杀结尾看要不要接神龙，或是取消 OD 按键杀再滤冲做安全跳。总之就是选择非常多。站中脚的话是因为它最远，而且我自己按起来觉得意外的容易打到人，打中就补个站中手接神龙，然后就开始你们懂的。现在实战我比较会用到的基本就这些。OK， 我知道你们会想问，主包，你不是说实战就这些了吗？怎么还有？拜托，谁练风水是因为他实战真的很强的，一定都是因为觉得他很帅才想学的吧？所以这边我就来特别讲一下风水斩杀的部分。最基本的就是这套轻攻击气势，伤害最低，但是非常好让你练习的连段。当初我学斩杀就是在训练场开无限动力，一直取消这个连段到可以连续成功10次为止才停的。连段结尾你就记场中5黄杀取消升龙或一气，角落就跳攻击打上去最痛这样子。再来第2套是延迟下重手取消按键杀，这个通常是第2次取消滤冲才会用的连段，理论伤害会比全部接前面的连段还要痛，但你不觉得它就少了前面那种全脚取消很帅的感觉吗？所以我通常取消还是比较偏向接这个，接最大连段才会改接按键杀，而且它的连段结尾理论上也是跳攻击打上去最痛，但就按键杀的动画太慢了，跳上去接最后一个跳攻击的时候刚好没风水了，所以最后只好妥协接重抬脚。再来风破的部分大概有3种用法，在场中2风破跟3风破可以继续接站轻脚，其实就跟平常花风破的逻辑一样，反正就按键杀后拿来回动力就是了。靠近角落用2风破可以接到下中脚脚波，贴着角落下中脚脚波可以再接到下中手脚波。会了这些之后，你就能接2套最简单的最大连段了。
最后还有一个比较难接、伤害也比较高，但超级帅的连段。同样都是轻攻击起始的情况，它比轻攻击连段痛，但比暗剑杀的还要痒一点。它原本的优势在最后结尾是 OD 空差，如果长连段动力回的够多，就能用多出来的动力补一个 OD 空差的伤害。这个连段的原型是我刚练风水的时候在推特上看到的，那时候就想说，要是现代风水有跳攻击的话，就能这么帅了。所以拿回跳攻击之后，我第一个测试的也是这个连段。但是现在在没有战中手跟前中手的情况下，OD 暗剑杀之后能回的动力真的太少了。感觉动力够的话，接长连段这个结尾一定是最痛的。但没办法，现在接这个动力要够的情况，就只有满动力配到 SA 再绿冲打康而已。虽然实战有点难接到，但这已经是我能测出的理论最大伤害了。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。总的来说，现代风水终于是恢复到能用的程度了。这样整理下来，我都开始疑惑之前只有下段折的风水，我到底是怎么开的这么开心的了。像2年前我还会说 Julie 不太适合玩现代，但这几次更新给了下中手，又给了跳攻击。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讲，就是可以把它从 NPC 给到顶级的感觉。我觉得现在玩现代 Julie 完全是可以的，它的加强幅度甚至比经典 Julie 还要多到我都开始怀疑平衡团队里面一定有现代 Julie 玩家。不过经典风水上次改版后也被开发得很夸张，都开始用什么尖端空气脚波回动力，连段变长到风水结束后还可以用普通拳脚继续接连段什么的，感觉已经跟现代风水不是一个世界的东西了，那是我们各位残疾人士无法触及的领域。然后蛮多人问有没有机会出其他角色的教学，我是觉得不太可能。对我来说，其他角色我不会想研究的这么细，而且我唯二有2000分的也就 Julie 跟 Lily 而已，其他角色顶多1700、1800，就不太是能教人的水准。而且就像讲到现代阿鬼，你就会想去看我偶像霍普的影片；讲到现代拉希德，你就会想去看做教学字幕会莫名其妙不见。比赛 DQ 说今天去水族馆搞太晚了，然后传一张图过来的大蜥蜴 Scarlet 的影片，就来做这些角色的教学，然后哪里怪怪的？这些东西还是交给那些角色专业的人去做吧。而且我的剪片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你看哦，像这部我剪了3个多礼拜，之前的那2部剧教学都花了1个多月，如果再加上其他角色，我根本不敢想象要花多久时间在剪片上。我是有考虑过做像农夫那样的教学，剪一部只要3天吧，蛮快的。但自从做了那部现代杀卡特之后，就感觉我不是很喜欢，剪的整个过程作业感蛮重的。所以这次农夫问我要不要做现代 Alex， 我就说我不做了，只把笔记写完丢给他。我这里其他角色应该都是这样的形式，有新角就研究了一下，把笔记写完丢到 DC。如果 YouTube 这边你们有要的话，我之后也能丢个贴文。其他旧角色就我想完再写这样子。我是觉得用文字看蛮方便的，而且只要1-2天就能写完，找特定连段也非常快速，实在是非常好载体。教学影片应该就只会做 Julie 的吧，除非其他角色真的有东西有趣到让我非常想剪，我才会剪。像上次研究好鬼的演戏顺玉杀那个，我就超级想剪的，因为太长，画面又非常有趣。但农夫提醒我可以剪的时候已经太晚了，我们在讨论的 BOD 已经过期找不到了，只能说是非常之可惜。反正这里之后就会回归剪我自己想剪的精华这样子，玉人王那边应该也是，但就不会像之前那样硬要把整场比赛剪完。就你们在主播台上有做什么让我超级印象深刻的操作，我才会剪吧。感觉最近我比较想腾出时间做其他事，不想再整天关在这该死的 PR 里了，真的是受够了。OK， 以上，这里是 Yumi。最后我只想讲一件事，为什么我他妈2026还要被问 A 中啦？